跟你去。Hello, I'm looking for a part-time job on campus. Do you have any openings? Sorry, we don't have. You can check in another cafeteria. Okay, thank you. 嗨，妙莹呢？他在办商学院的入学手续，法学院办完了吗？办完了。你要打校内公啊？这里没位置了，我打算去餐厅和图书馆看一眼。你 F1签证吗？对。F1签证打工需要 SSN， 你有吗？什么是 SSN 是美国的社会安全号，只有了社会安全号，打工才是合法的，这是基本常识。你都不做功课了吗？我也是这几天才有了打工的想法，还没来得及做具体的了解。学校网站上可以申请 SSN， 等你申请到了之后，等职位有空缺，学校会分配你去工作。谢谢你的指点。哦，对了，工作岗位需要排队，你尽早申请。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这些天我心里一直觉得有点不安。你没做错什么，没必要不安。拜。舒澈，我很高兴一到美国就认识了你和妙莹。肖小姐，肖小姐你好，请问你是？我是妙莹父亲的助理王若楠。我今天专程而来，有个重要的事情，想和你商量一下。好。我来是想和你谈谈舒澈的庭审。有进展了吗？律师正在制定辩护策略，做各种因素准备，也出现了一些对舒澈极为有利的证据。那太好了。看得出来，肖小姐也不希望看到舒澈会有不良的判罚。当然，毕竟他也是情有可原的。肖小姐这么想，那太好了。我来就是恳求你帮这个忙。我能帮什么忙？你是这场庭审的关键点，如果你答应帮这个忙，舒澈的起诉就会被撤销。那你需要我做什么呢？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在法庭上否认舒澈向你提出过顶包。你是要让我翻供？或者说，换个说法，我也替你想好了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你只要说，被带到警局单独询问时，并没有听懂警察问你的问题。我这么说真的可以帮舒澈撤销起诉吗？不还有那个公路巡警的证词吗？律师有了巡警亲口承认，在现场并没有完全听懂你和舒澈谈话内容的证据。我向你保证，如果你也否认，舒澈一定会没事。我想知道是谁让你来找我的？不是舒澈，也不是妙莹。你放心，我来找你，他们谁也不知道，也不会让他们知道。这件事儿极为保密。看得出来，肖小姐有些犹豫，但是我肯定，肖小姐肯定不希望看到舒澈会有不良的判罚。另外，关于答谢，我开门见山。一旦你答应帮这个忙，3年的学费不需要你自己付了，给我一个账号，每年我定期转账进来。
我大概估算了一下，3年的学费大概15万美金，我没说错吧？这样，肖小姐，你消化一下，慎重考虑，慎重决定。这个是我的名片，请你在明晚8点前给我个电话，告诉我你的决定。后面的事儿就不用你操心。明晚8点，等你的好消息。再见。15万。What are you doing? Look at my lawn. It's so uneven. It's like the 3rd time you've messed it up. I'm so sorry. I'm sorry. My girlfriend is breaking up with me. I need to respond to her text messages. You know, girls. Yeah, I know girls. You know what?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s. Unfortunately, I'm gonna have to fire you. So, here is your money. Good luck with your girlfriend. Hey, 你把那工人给解雇了？不然呢？你看草给我剪成什么样了？那你岂不是还得重新雇人？是啊，我自己又不会剪。啊，那你觉得我怎么样？你什么意思啊？你这工作时薪多少钱呀1个小时15美金。那不如就雇我呗，我反正要比外雇的便宜，我1个小时10美金就够了。你会剪草吗？当然了，这些东西啊，我在学校义务劳动的时候全都做过。不过呢，我只能给你弄这些没有修剪过的，那些修剪坏的只能让它自己长出来了。你真的会吗？试给你看。错吗？怎么样？面试可以通过吗？没问题。交青，以后这个工作就归你了。哎，你还有其他什么要雇人的，你都可以找我啊。你不会什么都会吧？家里水管坏了，你会修吗？没问题，我家水管堵住都是我自己疏通的，只要啊不到那些需要用到水管疏通机的程度就行。电路维修呢？可以啊，你接个保险丝啊，换个电池，这些都难不倒。你还会干嘛？我还会组装家具，比方说衣橱啊、书柜啊、床架子啊什么的。想太死了。哎，房顶坏了，你能修吗？那还真不会，不过我可以学。哎，小晴，我觉得你真的不像大陆过来的学生，不像他们一个个都是土豪公主少爷。这样吧，今天的工钱给你。谢老板。
他不接，还关机了。爸，你找我啊，坐。好。一直不想让你知道的，可现在有件事儿，必须得你去做。要我做什么？去找肖青，让他无论如何要帮这个忙。帮什么忙？请他在法庭上否认舒澈提出过顶包。是这样，现在舒澈的事情呢有了一些变化，康律师找到了能够推翻那个公路巡警说法的证人证据。如果你能够说服肖青的话，舒澈就能够被撤销起诉。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就是专程来找你的。所以在我开口之前，你已经知道我为什么来找你了吧？在我之前，是不是已经有人找过你了？想必也开出了比较诱惑的条件，但是都被你拒绝了。都被你猜到了。这就是我爸的处事风格，闷声不响，搞定一切。这次是被你拒绝了，他实在没辙，只好让我出马打友情牌。我爸，他一直在做我的保护伞，他用他的处世哲学和人脉为我解决麻烦铺平道路。我不知道我应该对他的所作所为心存感激，还是感到不适。而更多人都希望自己的父母能够给予这样的保护和帮助。可是你和舒澈不是那样。我和舒澈比，我既没有他的勇气，也没有他的执拗。好，我答应你。这就答应了？我还没开口求你呢。啊，从小到大，我最害怕两件事儿：求别人和别人求我。两件感觉都太糟糕了。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要努力有一个只求自己的人生。谢谢你。
请进。你怎么也在？康医生，我一起来的。快来坐。请坐。地方法院下达了开庭时间，就在3天后的星期五。今天请2位过来，是为了讨论一下庭审情况。之前我律所的调查员走访接触到了处罚书彻那位巡警的女同事，听她亲口证实，他们警界同事在私下聚会的时候，都对那位巡警的中文水平表示佩服。但是，他当众承认，其实，在当天现场，他并不确定自己听懂了书彻和萧青的中文对话，只是猜了个大概。后来回到警局拿到萧青的证词之后，他才确定自己听力无误。那这些信息能说明什么？说明警察可能会犯错，误解了你讲话的内容。我已经拿到了这位女警的书面承诺书，保证她3天之后会出庭，提供他们私下谈话的内容作为证词。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质疑警方的证人证词，否认妨碍司法公正的指控。可是他们那儿还有萧青的证词啊。廖小姐刚和萧青见了个面，让她来告诉你他们沟通的情况吧。我去找萧青谈过了。你跟他谈什么？他表示他会在出庭的时候否认你向他提出过顶包的请求。他已经向警察提交过证词了。前后证词不统一的情况经常发生，也很容易解释。萧小姐完全可能因为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现场又没有翻译，所以她并没有听懂警察的问题，给了警察错误的答案。他真的会这么做？舒彻，我为你制定的策略是无罪辩护。我只需要你做一件事，就是在法庭上否认所有指控。我们将以你7月和8月因为回国而不在美国为由，证明你没有及时接到交通违章处罚的信件，对于驾照被吊销毫不知情，所以无照驾驶并非出于主观故意。我估计你被指控的4项罪名当中，只有超速会被法官认定，最终判你一个轻罪，避免入狱服刑。这也是我们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判决结果了。就是说，我要在法庭上撒谎。我只是建议你不认罪而已。你去找萧青，为什么事先没有告诉我？我告诉了你，你能让我去吗？他没有错啊，他为什么突然答应翻供啊？他坚持个人原则，不代表人家不近人情呀。小青其实跟大家都一样，不希望你的未来因为法庭判决受到任何影响。你向他许诺过什么吗？比如说开出某种交换条件？没有啊，我为什么要向他许诺？真的吗？我发誓。妙云，从事发到我被带回警局，满脑子想的都是否认和逃避。可是，在候审监狱那几天，我突然心里就平静下来了。我不想再为地来挣扎，犯下的错，就算你可以把它从现实当中抹去，你也没有办法把它从心里抹去。
你会发现他总是挡在你的前面，你永远都跨不过他。可是有很多人，康律师，包括你，都在瞒着我，做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舒澈，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6年前，我爸妈就是这么对我说的。舒澈，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下车！快走！快走！出车！记住了，不要对任何人说车是你开的。快走！快走！我闯的祸，难道要小陈叔叔替我顶包吗？不然怎么？承认肇事者不是舒市长的司机，而是他儿子。让交警大队查到他儿子还在学车，并没有拿到驾照，这样你就是无照驾驶，致人重伤，现场逃逸，并唆使他人顶包。你触犯了刑法，构成犯罪。 犯的是交通肇事罪，处以1年到3年的刑期。再往后，你入狱服刑，留下案底，让美国大使馆拒签，奥菲尔成了一张废纸，留学美国化为泡影。请问这个结果你能不能承受？能吗？不能，是吧？那就听我安排。 那如果小陈叔叔替我的话，他会接受什么样的处罚？以普通交通肇事处理，小陈只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不会追究他的刑事责任，更不会进监狱。那就算不坐牢，这也不是他应该承受的惩罚。但这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当然了，我会给他额外奖励。 我想知道那个女孩，她怎么样？情况应该说不是很好，但是我们会尽力救治，包括支付她救治的费用以及她父母提出的一切经济需求。所有的钱都是我们家出的，我们不会推卸责任的，我们赔偿一步到位，让对方满意。我想知道她伤到什么程度。 他伤到什么程度，于你来说毫无意义。这是一场意外，从现在开始，你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要做的就是考下驾照，拿到 F1学生签证，然后去美国留学。那我就是要当做我没有撞过人，没有犯过错一样吗？舒澈啊。 你现在还小，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但是我希望你能够记住，常人犯错损失的是自由和钱，但如果你不是一个常人，你损失的不光是自由和钱，还有常人没有的东西，知道是什么吗？名吗？
自由和钱受损，毁不了人的一生。但是如果名望受损，很有可能就会输掉整个人生。所以人生最输不起的是什么？名望。在不损害受害人的利益的前提下，让把自己的名望的损害降低到最低程度，这是一种必要。舒澈，我们这么做都是为你好。喂，哎喂，我舒澈，有个事儿想跟你当面聊一聊，有空吗？可是我现在正在回家的路上。那你方便把你家的地址告诉我吗？哦，那行，我发信息给你。行，谢谢。嗯，拜拜。肖小姐，抱歉又来打扰，今天我是来致谢的。谢我什么？谢谢你答应妙云的事儿。我答应是因为他来找我，不是因为你。了解，因此我更加的欣赏，也更尊重肖小姐。这次我来，我是受人之托，把这个交给你。这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这是什么，但这次我来，舒澈妙营必然不知情。另外，我还有一句话转告给你：上次见面答应过你的一切，这次依然有效。再见。
喂，小晴，找我有什么事儿吗？你今天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一个面。你能事先给我透露一下是什么事儿吗？我想把上午你交给我的东西还给你。为什么呀？你不是想反悔社会答应的事儿吧？不是，我只是想把东西还给你。既然没有反悔，为什么要还呢？因为我是出于人情，而不是因为这个。既然你都出于人情答应了，也拜托你出于人情世故体谅一下我的工作。如果你坚持归还，一旦后面发生什么变故，最后一定会归咎于我办事不力。你确定没有反悔吗？没有，但我不能接受这个。就算一定要还，也请你不要现在还，能不能等庭审宣判后？我不想等到那个时候，我今天必须得还给你。要不这样吧，你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去找你也可以。肖小姐，我这几天都特别的忙，跟着程总参加商业谈判，不会固定待在一个地方，所以抱歉了，我们过几天联系，拜拜。喂。你好，请问汪若楠在吗？是他约我过来的。抱歉，他们1个小时前已经离开了。1个小时？你方便告诉我他在哪儿吗？因为他需要一份重要的文件，如果你告诉我地址，我可以马上送过去。他陪程总在鹏翔商务会所招待客户。您好，小姐，请问您有定位吗？我朋友已经到了，麻烦您帮我查一下伟业集团汪先生定位。好，我请人带您过去。谢谢。不客气。不知道中国菜你们吃的习惯吃不习惯啊？来尝尝尝尝。来，吃啊。我真是服了你了，这儿也能追过来。也就几秒钟的事儿，你非得逼着我跑遍大半个旧金山。你这姑娘真够轴的，你该不会是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对我们阳奉阴违，到时候在法庭上摆舒澈一道吧？我既然答应，就不会反悔。不是，那你为什么非要追着还呢？你是不是怕妙莹、舒澈知道你会尴尬？你放心，这件事儿你知我知。我不是怕任何人发现，而是我只要拿着它，我1分钟都得不到安生。作为一个法律生，你的心理素质需要加强。我并没有打算要在这方面加强。这样吧，我给你交个实底，这辆车是公司买单，并不是某个人的钱，而且这点钱对于伟业来说900留1毛，根本没有人在乎。我不管你们在不在乎，反正我在乎。我再给你交个实底儿，因为这辆车买完并没有办过户，只要你不办过户，
车就属于公司财产，你想开多久就开多久，你想什么时候还就什么时候还。我现在就想还。2天，你就当是为了我，求你开2天。我1分钟都等不了，请你拿回去。你这姑娘真是软硬不吃，油盐不进啊！行，那你等我一下，我去一趟卫生间就回来。哎，你别跑啊！汪若楠，你出来行吗？喂，是前台吗？你这样在里面根本就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言而无信。汪若楠，你能出来吗？你好，打扰一下，请问您是到我们餐厅消费的吗？我过来找我朋友。啊，刚刚我们前台接到投诉电话，说您打扰到我们客人，所以先请您离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边。这才几天呀，就爱恨纠缠。你怎么在这儿？应该是我问你，你怎么在这儿？我来这儿。上门拒绝人家，结果反被人家拒绝，对吧？你看见了？老王就送你这车，那送也不算贵的。和贵贱没关系。你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呀？第一次见面就几天前吧。何至于呀？至于什么？老汪这是突破天性的节奏，哎，我从来没见他这么丧心病狂过。什么？哦，我懂了，这才是老汪压抑30年的自我，来到山高皇帝远、媳妇儿执法不到的国外，最后终于释放了。我跟你见了不过就3次，你已经安排了我做3回不同人士的小三，包括你自己。那在你眼里我就这么自带小三气质吗？哎不，恰恰相反，你在我眼里一身浩然正气。我求你了，不要再猜测我了，好不好？对于你对我的猜测，没有1秒钟是靠谱的。要不你跟我分享你的秘密，让我靠谱呗？跟你说个正经的，能不能帮我把这个亲手交到他手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那这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要想算就算呗。行，我帮你。哎，但你得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送你车？等这事儿过去了，过段时间再告诉你吧。行。记住啊，必须得交到他本人手里，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那这算咱俩之间的秘密。你要想算就算呗。行，我帮你。哎，但你得告诉我，你们之间发生过什么？他为什么送你车？等这事儿过去了，过段时间再告诉你吧。行。记住啊，必须得交到他本人手里，不可以让任何人知道。放心吧。好了，我走了。哎，我送你啊。不用了，不想再和这车再见。我说我开我车。我计划在警察出庭作证后的时间点发力质证，提出对他中文水平的质疑，随即申请我们辩方的那位女警出庭作证，举证她的同事现场听力有误。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在这一环节我们就可以完成推翻诉讼方顶包指控的任务。接下来辩方举证，我会提交你6月底
回国8月初返回美国的机票信息以及出入境记录，证明你没有及时接到交通违章信息。我的当事人在这起车祸中，双腿遭遇毁灭性碾压伤，造成双腿高位截肢至大腿近端临近胯部，经鉴定为5级伤残，永久丧失行走能力，未来生活不能自理。大家请看这张照片，这是我的当事人在车祸第一时间拍摄的伤情照片。被告律师，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对于案件陈述暂时没有。书生，你还有什么想法或者建议吗？没有。好。在想什么呀？我又在想6年前的那个女的，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每年假期回国，我都会到她家附近的街道去转转，有意无意的等她出现，看看她的样子。还得是我宝贝儿，你的手啊，往前坐。一直看到了她的婚礼，看到她嫁给了一个聋哑丈夫，脸上挂着所有婚礼上那种女孩幸福的笑容。我远远地看着，一直在想，如果我没有犯那个错，她至少要比现在更开心、更幸福吧。可你不是有意吧？而且你父母赔的够他一生无忧了。所有的痛，身体的、精神的，难道真的可以用钱去抚慰和抹平吗？可你们已经尽力了。我尽什么力了？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事情可以过去，但是
关于对错的定义，会一直留在这儿。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应该。这两个难道不是同一回事吗？应该做的就是对的。从小我们都被教育应该做对的事儿，可是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对和应该往往是两码事儿，而且南辕北辙。该做的不一定对，而对的未必就应该做。选择对，会不会辜负和伤害那些为你好的亲人和朋友？而选择应该，对自己到底是一种保全，还是一种伤害？All rise. Please be seated. Court is now in session. Morning, Mr. Hsu. Good morning, Your Honor. According to your profile, it looks like you're in your studies at Standard University and you're in the final year of your undergraduate studies? Yes, Your Honor. Well, the materials submitted by your defense attorney have included your transcripts. It looks like you're doing very well at university. Yes, Your Honor. My client has always been an excellent student and enjoyed a good reputation. Well, I'd like to hear what the prosecution has to say first. Officer Schuler, would you please give us your opening statement? On August 6, 2013, when I was on duty, I saw the accused speeding in his car with the license plate 4D0Q678. While I was trying to speed up and ask him to stop and pull over, he ignored my warning and continued to speed up and go off the highway. When I arrived to the spot where the accused had stopped, him and a lady who had been with him had already gotten out and were standing on the driver's side of the door. While with my gun, I was approaching them, I heard the accused ask the lady in Chinese to tell the police that she was the driver, not him.
He said his license was revoked because of traffic violations. Therefore, I arrested the accused on the spot. On behalf of the San Francisco Police Department, I would now like to submit the lawsuit against the accused against 4 charges: driving without a license, driving with excessive speed, dangerous and reckless driving, and obstruction of justice. Can you understand what they were saying in Chinese? Your Honor, I've been studying Chinese for 2 years. 我会说普通话非常好. My Chinese is excellent. Defense attorney, please provide us with your statement. All in the word, my client denies all these charges. In the court, I will submit information of his flights. He went to Beijing from San Francisco on June 29th. They returned August 1st. And I will also submit immigration records to prove it was, because he had left US and could not receive traffic tickets. That his driving license was revoked, so he had no subjective illegal intention of driving without license. Besides this, I want to submit provided by my client's landlord. It will explain another reason. Why my client has license revoked was that 2 months ago, he needed to rush the landlady, who had her a Thai alley night to hospital and drove through a red light on the way, which punishment to traffic offense. This statement shows my client has good character and loves helping people. In addition, I suspect the authenticity of testimony from the prosecution of Officer Schiller, and will provide that new evidence to prove Officer Schiller gets overconfident about his Chinese language level because mishear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He had fabricated the allegation of my client inciting other people to take the blame for him. Are you saying I misunderstood? I will demonstrate that we're not sure understood. My client said on the spot. But Miss Xiao, who was with him at the time, already verified with her testimony that my understanding was correct. I'm deeply interested in what Miss Xiao will say in court today. Is Miss Xiao here? Yes, she's seated here. Miss Xiao, please take the witness stand. Place your hand on the Bible. Do you swear to tell the truth, the whole truth, and nothing but the truth, so help you God? Yes, I do. Please make your statement as to whether the accused asked you to take the punishment for him. Ms. Zhao, please answer the question. Your Honor, please forgive me to interruption. May I explain the reason for my lawyer's statement? Okay, what's your statement? My lawyer denied the 4 charges against me because I have reserved information for him. As for the 4 charges, Your Honor, I
I plead guilty. I confess, because I was busy with preparing for exams and back to China to attend my girlfriend's commencement. I failed to get my license restated in time. After it was revoked. I confess. On August 6th, the day when it happened, I had not planned to drive in the first place. But my friend who had agreed to drive me to the airport was out of contact. Therefore, I had no choice but to pick up my girlfriend myself and then cost unlicensed driving. I confess, because my girlfriend had been sent to hospital for a sudden illness happened on the plane. I was so worried about her that I overspeeded. At last, I confess. When I was about to be arrested by Officer Schiller, I asked Ms. Xiao to take the blame for me. As I worried that I could not get to the hospital on time. Once I got arrested, when my girlfriend was in surgery there. The accused, why didn't you tell your attorney about this in the first place? And now you tell it in court? Since this incident transpired, I have struggled between doing what is best for me personally and what is actually the right thing to do. In the past, I have been unwilling to admit my own faults. I have always acted in my own self-interest. This is why I asked Xiaoqing to take the blame for me. I would like to thank Officer Schiller for being able to understand my words. As such, he has prevented me from obstructing justice. I also must thank Xiaoqing for denying my selfish request. In doing so, she has avoided perjuring herself in court today on my behalf. At this moment, I realize I finally have an answer to the issue, which has haunted me for so long.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I promise to always do what is right, regardless of the consequences. I sincerely apologize for my past acts of cowardice and selfishness. Oh, I like your honesty and courage today. If it's so, we can speed ahead the trial process. The accused, please sit down. Thank you, Your Honor. Ms. Zhao, do you have any objections with his confession? No objection, Your Honor.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questions for Mrs. Zhao? I have none, Your Honor. Me either, Your Honor. Ms. Zhao, please be excused. Defense attorney, do you have any further witnesses to testify? Since my client pleaded guilty, we shall call no more witnesses. I applied to the court to submit of his flights, arrival record, payment of fine, consideration for reinstatement from his driving license, and statements from the landlady. I hope the court consideration about them. Despite a short time, I believe that Your Honor has learned my client has good character, and he has no subjective intention for what he was accused of.
And as you can see, my client is also a man who had the courage to bear responsibility and face up to whatever it takes. Therefore, we expect the court could give him a reasonable judgment so that he could get more opportunities to serving the society instead of just taking the punishment. This is the very justice my client wishes and welcomes. There's something I'd like to say befo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on this. To confront is the precondition of correction, as well as the beginning of all proper cognition. To confess one's own sin is the greatest bravery for everyone. Again, I'd like to express my admiration for Mr. Shea, for your courage and making a comforting trial. Now I'm ruling that the accused, Shu Shi, is guilty of all 4 charges and is fined $1,000 and to perform 100 hours of community service. Thank you, Your Honor. Thank you, Your Honor. 先走了。对不起，原谅我们治好的。我给你找。喂。回家。这个书彻推翻了律师定好的无罪辩护策略，当庭向法官认罪。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全都白费。结果呢？结果倒是不错，罚了点小钱儿，判他社区服务100个小时。也许是他诚实磊落的态度，让法官产生了好感，轻罪轻判。但依然会留下案底。这就是他认为做的对的事儿。哎，都怪我办事不力。你该做的都做了，不能怪你。况且已成定局。好了，不说了。你项目的事儿谈得怎么样？哦，基本达成共识。CE亚洲总裁知道了我们拒绝变成外资企业装配车间的强硬立场，对我提出引进核心技术，培养自主技术，中方完全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的合作计划全盘接受，但是决定权还在 CE 董事会。接下来就看美国佬愿不愿意为了市场打破技术壁垒了。你要牢牢记住，这次竞标的主角依然是外资独资或合资企业，他们的战略依然是 Made in China，but made by Germany，made by Japan。所以你要牢牢抓住自主知识产权，这是你唯一的一张制胜王牌。明白。再见。来这儿干嘛呀？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小心啊，这有个石头啊，你硌脚。
挖吧，就在这个铲子下面。挖什么？铲子底下有宝藏，我为你准备的宝藏。今天是4月1号吗？愚人节啊？你看我这样子像逗你吗？挖不出东西来，也是小狗啊。加油啊！埋的那么深啊！快了。哦。这个什么时候埋这儿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你不想打开看看？我打开了。都是你的。今天连续第10天吃 In and Out， 杨洋，我疯狂的想吃你做的醋溜白菜、红烧排骨。虽然醋总是放多，排骨经常烧糊，可那就是我每天魂牵梦系的美味。今天发生了我到美国以后第10次被骚扰，也是我第10次坚贞不屈、守身如玉。老鹰，有那么几秒，我心一横，想将身放纵，把它当成你，但仅仅几秒就幻灭了，因为没有人，哪怕有1分像你。6年等一个人难吗？刚开始我觉得好难，但当思念从悲伤变为日常，我发现一件事的难源于你不够坚定。谢谢你，苗影，用1年里的60天，一次次向我证明，其余300天的坚守是多么值得。你让我知道。平静而坚定地做一件事，即使这件事是等待，即使这件事做了6年，也不难。由于长期不近女色，我在周围人眼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怪咖，觉得我匪夷所思者有之。认为我奇葩亦美者有之。做一个守身如玉的青年好难。苗影，苗影，你在想我吗？苗影，距离你来，却还有1778天。我在美国的这些年，没事的时候，我就总来这儿站着，站在这儿看海，因为我知道，你就在海的那边，
有的时候看着看着，就好像能看到你早上起床，在刷牙洗脸、吃饭、学习，晚上关灯睡觉。你知道吗？我写下这第一张纸条放进瓶子的时候，是我到美国的第3天。这片礁石滩，他听到过我所有想要对你说的话，知道我的孤独、思念，也见证了我这6年以来没有出轨、守身如玉的单身狗屎。本来是计划你到美国的第1天就带你来这儿。妙英，你愿意嫁给我吗？就是现在，马上立刻。我愿意。现在，马上，立刻。终于把你从海那边盼来了。舒畅，妙英跟我说了一下庭审的过程，结果还不算太糟啊。但是抱歉啊，我最近忙于谈判，你的事儿我也没帮上什么忙。哎呀，没关系，这是我希望得到的结果。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犯的错自己承担。程然，你什么时候能跟舒澈学学这种独立自主啊？爸爸，我14岁那年就一个人在美国了，我还要怎么独立自主啊？对，你这花钱大手大脚上真的学会独立自主了。我让你学会男人的担当。啊，舒澈，明年你就要毕业了，有什么打算？是回国创业，还是留在美国工作？应该会留在美国继续留学。我想在法学院再读一个研究生。要接着学啊，好事啊。就是和肖庆一样的 JD 呗。那你就从学长变成学弟了。你什么时候有的这个想法？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啊？哎，有一段时间了，就是总觉得自己脑子里还有很多的疑问，想通过学法来找到答案，所以就想再深入的学习一下。你父亲是不是想你今后从商啊？那是他的希望，但不是我的希望。学法不代表不能从商呀。哎，爸，我今天呢就借这个机会向您隆重的介绍一下舒澈正在研发的项目，叫做域名解析服务器。叫域名解析服务器。嗯，哎，这是个什么东西啊？给我说说。打个比方吧，域名呢就是企业、金融机构、银行还有网络商城在网上的一个网络门牌号，一旦被黑客攻击，或者是说系统自身出现漏洞，就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甚至这个门牌号都会丢失，所以大家都会找不到它，网络就会瘫痪。那域名解析服务器要做的事情呢，其实就是防止他们被黑客攻击，保障他们的网络安全性吧。这是关于网络安全的产品，市场前景非常大呀，我很看好啊。
你找到了风投没有？啊，说实话，其实现在风投不是很好找，但是我对我的产品非常有自信，找到风投，我觉得只是时间的问题。还找什么风投啊？直接让我爸做你的天使投资人，这不2好变1好了吗？不知道我有没有这个荣幸，成为你的投资人啊？我不能接受您的投资。为什么？因为我们有这层关系啊。就算是正常的商业投资行为，我也怕会给我爸带来麻烦，甚至是风险。你考虑的非常的周全。毕竟你爸爸是在官场，我理解，完全理解。来吃饭。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是关于我和妙莹的，我想跟您还有程然说一下。哟，还有什么事要经过我同意？哎，快说快说。我跟妙莹决定要结婚了。哇，终于修成正果了！来，恭喜恭喜恭喜！祝你们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这个你们现在都没毕业，这人生方向都没有最后确定呢。干嘛要那么着急结婚啊？结婚只要确定爱的方向，不就 OK 了吗？少说2句，这谈正事儿呢。其实结婚一直都是在我计划之内的事儿。我等妙莹等了很长时间，6年了。妙莹现在来了，我觉得是时候我们可以结婚了。虽然我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我爱她，我想永远都跟她在一起。是你说的这些我都理解，但是结婚是一个非常非常繁琐的事情。比如说这个，在美国这边，咱们怎么办？回到国内咱们怎么办？还有包括你们结了婚以后住在哪个地方，啊，是不是要装修买家具？何况我跟你父母都没有正式见过面呢。这些事儿我跟妙莹已经商量过了，我们不准备大办，就是想先走一个法律程序，先注册，然后他就搬到我在美国租那个地方，然后开始我们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对啊，就这么简单呀。反正我跟舒澈想的一样。这未免太草率了些。结婚不是你们2个人的事儿啊。你想想，你家里有很多亲戚朋友吧？咱们家也是，都需要通知交代，对吧？更重要的事情，这件事儿，你跟你父母商量了没有？还没说，但是我会跟他们商量。你看看，爸，您就先表个态，您到底是同意还是不同意？